呀，我们在这里等什么啊？娘是带你们来找爹的。爹真的住在这栋大房子里吗？应该不会错吧？春哥，你带着妹妹在这里等娘，不许乱跑，知道吗？嗯。去吧。官爷，请问府里交代过了，驸马爷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快走吧。官爷，这不可能啊！驸马一定认得我们的。哎，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官爷，我叫秦香莲。官爷通报姓名的时候是不是说错了？府里说的很清楚，叫你们马上离开，不准再来。官爷，你干什么？你再不离开，别怪我送你官府去治罪。官爷，官爷，我求求你再去禀报一声。官爷，我求求你。官爷，我求求你，官爷，你不要走。官爷，我求求你了。放开！官爷，官爷，放开！爹，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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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娘。娘，你别哭了，你别哭了，娘，怎么回事啊？别哭了，走，走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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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快点离开，快点！娘别哭了，娘别哭了，哎，你们怎么还不走？走开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快走！快走！娘别哭了，快走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门外喊冤之声，怎会如此凄厉？想必击鼓之人满腹冤屈，愤恨难消。王朝马汉，在，将击鼓鸣冤之人带进府中，随即传令升堂。是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堂下所跪何人？民妇秦香莲，叩见青天包大人。在你身旁的男女幼童又是何人？回包大人，他们是民妇的子女，春哥和冬妹，你们还不快叩见包大人？叩见包大人。秦香莲，民妇在。你既然在本府堂外击鼓鸣冤，想必有冤在身，但不知你状告何人？回包大人，民妇要状告的正是当今驸马陈世美。你告他何罪？民妇要告他不孝父母，抛妻弃子，
欺瞒皇上，停妻再娶。且慢，那陈世美乃是驸马之尊，岂能随人要告便告？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，你与他又是什么关系？回报大人，糜妇是他的结发妻子，这2个孩子正是他的亲生骨肉。这个就是被他弃养不顾、活活饿死的他的亲生父母的灵位。秦香莲，你先莫要哭泣。你虽言之灼灼，本府却又怎知你不是虚言造假，冒认皇亲？包大人是说糜妇在说谎？不，本府并未断言，只是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，必须有所凭证，否则如何证明那陈世美与你乃是结发夫妻？本府又如何接你的诉状？回报大人，家中祖老足以证明，家中地保也可以作证。你家乡又在何处？糜妇家在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。好，待本府查明属实之后，再决定是否承接你的诉状。你可有暂居之所？回报大人，糜妇母子3人在京举目无亲，几经的盘缠，都是一路乞讨而来。也罢，你且暂居府中，待本府查明之后再议。退堂。府衙之中，虽然称不上样样齐备，却也食宿无缺。你母子3人暂且在此住下，若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，无需客套。多谢公孙先生，我们母子3人有个栖身之所，就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带他们到西厢院去，不得怠慢。是。娘，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啊？这里暂时是我们的家，我们要在这儿住上一阵子。娘不是说带我们来找爹吗？你爹他，你爹他不要我们了。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因为是不是爹不爱我们了？是不是我们犯什么错误了？不是你们的错，不是你们的错。我要爹，我要爹！娘，我和东北会好好听话，
你告诉爹，让他不要我们。乖，娘已经求包大人了，包大人一定会让爹跟我们回家的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，来，不哭了，乖。依大人之见，那秦香莲的供词究竟有几分可信？他虽然神情哀戚，却神志清楚。再者，冒认皇亲国戚，其罪不轻，而且极易被人发觉，他又怎会明知故犯呢？本府推断，他未必是虚言蒙骗。难道那陈世美真的抛妻弃子，犯了欺君之罪？不，尚不能如此断言。公堂之上，尚有诸多疑点有待深究，必须明了全案细节，方可论断。大人问明详情之后，再循线追查求证，才能知晓那秦香莲所说到底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假。马汉，属下在。派人照顾秦香莲的一对儿女，将秦香莲带到厅中，本府有话询问。是。展护卫稍后，不妨一同前往厅中，听听那秦香莲的说辞，也好为事后做个印证。是。民女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。你的一对儿女，可曾安顿好了？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。香莲的冤屈若能平反，他们兄妹二人就是结草衔环，也难保包大人的恩德于万一。听你的言谈举止，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妇。你可曾读书识字？是的。香莲生父生前是位教书先生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也曾读书识字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该知道，冒认皇亲之罪，论罪当诛。包大人，您是说香莲说的全是谎言？不，你不必焦急。本府只是要你先知道，一旦无法确认你与驸马乃是结发夫妻，恐怕你将难脱冒认皇亲之罪。包大人，香莲千里迢迢来到开封，为的是将公婆的死讯告诉香莲的丈夫，为的是让香莲的一对儿女跟他们的爹见面。香莲又怎么会因为任何的原因去冒认皇亲呢？在你家乡的地保来辞之后，本府自可查明你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。包大人，此事不仅家乡的地保可以证明，香莲自小在陈家村长大成人，之后嫁入陈家，村里的大大小小都知道此事，他们都可以作证。然而在此之前，本府却必须对你与驸马之间的情形多做了解，你且一一向本府说明。是。香莲自小母亲早亡，随父亲来到陈家村。父亲在村里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。曾子曰：“
5日3省吾身。曾子曰：“5日3省吾身。”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传不习乎？曾子曰：“5日3省吾身。”曾子曰：“5日3省吾身。”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谋而不忠。干嘛？不信乎？你在偷听他们读书？不，我没有。传不习乎？传不习乎？陈世美，过来，哦，让我教你写成吧。啊。横折钩。写错了。哦。我们重新写一遍吧。哦。横折钩竖。横竖横折横。是这样写吧？5日3省吾身。 ？5日3省吾身。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传不习乎？为人谋而不忠。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与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传不习乎？先父常说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。香莲的夫婿就是由一个贫穷的放羊孩子变成一个读书人。你说那陈世美接手了令尊的私塾，又怎会进京赶考，转向仕途呢？他一向想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。为了让他达成心愿，于是就关闭了私塾，让他在家专心苦读。且慢，私塾教书虽所得有限，却可维持一家温饱。何况他上有高堂，下有儿女，关闭了私塾，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又由何而来？回包大人，香莲的夫婿乃是农家，只是公婆年老体弱，无力耕田，所以荒废了田地。关闭私塾之后，香莲重新开垦荒地，种植粮食，一家人倒还可以温饱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从未下田耕作，那些农务你担得下来吗？不能担也得担，只要能够完成他的心愿，就是再多的苦，香莲也愿意承受。进京赶考，所费不赀。你家境如此清寒，又是如何筹得进京的盘缠？傅家那1亩3分地，让我出售，再加上父老乡亲的接济，
勉强可以凑足盘缠。话虽如此，你一家人又如何为生呢？幸亏邻里帮衬，让香莲在各家帮佣，所得的还可以糊口度日。然而你在公堂之上曾说，公婆是活活饿死，又待怎讲？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不到3个月，家乡突遭大旱灾荒，乡亲们自身都难保，自然无庸可帮，无钱可用。我好饿。我好饿。先别急，让爷爷先吃。来，爹。娘。好。来，冬妹。春哥，吃吧。娘，又是粥，我想吃饭。春哥，喝粥跟吃饭没有两样。春哥乖，不要闹了，快点喝啊。娘，我不想喝粥，我想吃饭。哎呀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，一点都不懂事儿。哎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春哥，你不可以浪费粮食。我们家里有粥吃就不错了，有些人家连粥都吃不上呢。你不要闹了，快点喝啊！那已经倒到桌上了，我怎么吃啊？你这孩子！来，那碗给爷爷喝，爷爷这碗给你喝啊。爹。哎呀，这小孩子懂什么？不要生气了啊！我喝不也一样吗？来，吃菜，来吃啊，你也吃。哎，香莲，你自己怎么不喝呀？爹，我不饿，等你们吃完了我再吃。我先回厨房收拾一下，你们慢慢吃啊。香莲，爹娘，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哼，来看看我们陈家的媳妇儿在吃什么好吃的。爹，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那你背后藏的是什么？爹。哼，我们老两口不吃，那也就算了。可是孩子这么小，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吃饱呢？是啊，
你这做娘的，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吃，你能吃得安心呢？爹，我来，让我看看。爹，这是什么呀？拿过来。啊，你就吃这个，香莲。啊，这是米糠啊，香莲，你爹娘，家里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剩下那半锅粥。香莲，爹娘年纪大了，春哥和冬妹不能挨饿，媳妇儿年轻，还能顶得住。香莲，是我们错怪你了啊，也是我们把你给拖累了。要是没有我们二老，你和孩子还是勉强的能够活下去的。香莲，以后你就别再照顾我们二老了。是啊，不，爹，媳妇儿既然嫁到陈家，生是陈家的人，死是陈家的鬼。只要媳妇儿还有一口气在，媳妇儿一定会全力以赴侍奉两位老人家。香莲，是梅，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。是啊，是啊。她永远都不能忘记你对陈家所做的牺牲啊！爹，您别这么说，这就是媳妇儿应尽的本分，媳妇儿心甘情愿。只希望两位老人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晚年，媳妇儿就心满意足了。香莲，香莲。抓住你了！不要抓我！娘，你回来了。乖，娘，春哥儿，爷爷奶奶呢？爷爷奶奶上山去了。爷爷说我和冬妹要好好照顾娘。他们什么时候上山的？他们去了好一会儿。春哥，你照顾妹妹，娘马上回来。爹，娘，爹，这位大哥，你看见我爹和娘了吗？没有。爹，娘，爹，娘，爹，爹，娘，爹。两位老人，就是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多吃一口粮食，他们竟然选择了自尽这条路。
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惨绝人寰之事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两位老人家为了孙儿费尽苦心，却不知反倒让家人背负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伤痛。幸亏家乡父老照顾，香莲才得以将两位老人家的后事料理完毕。且住，这些事难道那陈世美全不知道？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之后，便音信全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他。如此说来，他高中状元之后，也没有派人回乡报喜，通知家人。是，乡亲们全都不知道他中了状元。大人，这倒是有违常情。就算陈世美没有差人返乡，科场也该在发榜之后通知原籍才是。不错。既然不知那陈世美在何处，你又怎会得知他高中了状元，而且被公主招为驸马？汇报大人，跟他一同进京复考的有位同乡举子，落榜之后回到村里说出此事，香莲才带着儿女们来京寻夫的。你前往驸马府寻夫之时，可曾与那陈世美见到面？没有，他们驸马府的人根本就不让我们母子进去。他们说驸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，还把我们赶了出来。包大人，香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才来找包大人，向包大人申冤呐！本府明白了，秦香莲，本府自会向泸州查证。过几天，你村中地保来京之后，本府自会有所决断。你且先回房照顾儿女去吧。是，多谢包大人。香莲告退。大人，听他之言，恐怕其中尚有许多交代不清之处。不错。科举发榜返乡报喜，乃是行之已久的惯例，断全无音讯之理。这一点的确有待查明。一定是那陈世美贪图荣华富贵，抛弃糟糠之妻，才不肯把高中状元之事回报家乡。长忽未有所不知，进士及第，即使本人不报，朝廷也必须通报原籍，或是造册报考的地方官府，断无音讯全无、无人知晓之事啊。可是秦香莲的家乡，的确没有接到发榜高中的通知啊。还有一个可能，在驸马府中的陈世美，不是秦香莲口中的夫婿陈世美。大人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很简单，
每当大比之期，全国报考的举子何其之多，同名同姓的也不乏其人。倘若陈驸马根本不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，那么自然与秦香莲之夫不是同一个人。那秦香莲并未与他见面，不能排除有此可能。那大人，此事要该如何追查呢？这也不难。一般读书人经过了乡试，取得了秀才的功名之后，才能报考举人。在州府中举以后，才能进京参加科举报考进士。所以，只要调出报考学籍，便可知道两个陈世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大人，是否要马上追查？当然要查，不过却不可张扬。毕竟，那陈世美贵为驸马之尊。本府记得，王丞相正是该科主考，又是宰辅之权。在本府与他商议过之后，再做定夺。如今，倒希望那驸马不是秦香莲的丈夫，否则对他们母子来说，太过残忍了。然而，若他真是那不孝父母、抛妻弃子、欺君罔上的陈世美，本府也绝不会将他轻易饶过。冬妹怎么了？冬妹怎么了？做梦了是不是？啊，不怕，娘在呢，娘在呢啊！春哥，你怎么不睡呀？爹真的住在那个大房子里吗？对，他就住在里面。那他知道我们来找他吗？他知道。那他真的不要我们了？春哥，不要哭。娘已经求包大人了，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。春哥要有耐心，知道吗？那爹还不认我们吗？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回家了？春哥，娘，爹不认我们没关系，回家以后春哥会好好照顾娘的。爹不在，我们还是会过得好好的。娘。春哥不要难过，娘说过，包大人一定会让爹回到我们身边的。以后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娘不要哭，娘不要难过。好，娘不哭啊，娘不哭了。春哥也不哭，好不好？春哥不怕啊。本府已修书一封，你二人前往泸州府交与孙大人亲阅，他自会交代舒城县，命陈家村地保
随你们一同返回京城，快去快回，不得有误。属下遵命。大人，将陈世美的学籍资料调出来查阅，便可知道与秦香莲所说是否同为一人，又何须千里迢迢将地保招来对证呢？秦香莲所说不过是片面之词，唯有地保当面与驸马对质，方可判定是真是假。此事涉及皇亲国戚，稍有不慎，便会遭人非议，自是不可为贪图方便而掉以轻心啊！是，大人说的是。大人，学生已将今日秦香莲所说记录成案。倘若如果驸马是秦香莲之夫，大人日后追查此案之时，也好作为参考。公孙先生，这诉状回大人，学生私自做主，替秦香莲拟好了一份正式的诉状，也好作为日后的呈堂证供。公孙先生倒是有心啊。大人是认为学生不应该自作主张？不，本府只是好奇罢了。那秦香莲既然也曾读书识字，为何不自己书写诉状？即使不能，也可委托宋师代笔，又何须劳公孙先生费心呢？大人，秦香莲虽然读书识字，却对文案刀笔毫不熟悉。前来府衙告状申冤之前，也曾想央请宋师代笔，无奈却无人肯写，也无人敢写。哦，这却为何？只因听说是状告驸马爷，所以没有人想惹祸上身。人人皆怕得罪权贵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只是如此一来，那些含冤负屈之人，恐怕更难有洗冤之日了。是，学生也是这样的想法。只是学生未征得大人同意，就私自做主，尚请大人莫要责怪。不，你是为了助人，本府又岂有怪罪之理呀？不过，那秦香莲前来府衙击鼓鸣冤之事，想必已传遍了京城。对此案来说，有害而无益呀。大人是担心驸马爷对此会有所反应。不错，不论驸马是哪一个陈世美，皆会因此而有所不满，或是心生警惕。也罢，明日本府拜见过王丞相之后，就去一趟驸马府吧。大人，贸然前往，恐怕并不适宜呀。不，本府主动前往，更加合宜。一则并无掩盖矫饰之必要，再则可以借此试探驸马的反应，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。是，大人明鉴。相爷，保准今日前来，还想向相爷打听一件事。哦，包大人想打听什么事？尽管说。不知相爷对当今驸马陈世美
知道多少？嗯，包大人因何有此一问呢？包拯手中有一桩案件，或许与他有关，只是如今尚无定论，不便详述内情，还请相爷见谅。包大人办案呐，总是如此谨慎。也罢，老夫不问原因如何，只要包大人所问，老夫知晓的，定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多谢相爷。那陈世美科举之时，相爷可是主考官？正是啊，在他高中状元之时啊，也曾前来谢师。此人的文采啊，的确过人呐，有许多精辟的论点，老夫至今记忆犹新呐。不知那陈世美的出身背景，相爷可清楚？当然了，当初太后招他为驸马之时，是八王爷做的大媒，这关乎到皇家的婚嫁大事，老夫岂敢怠慢呢？除却在礼部调阅他的学籍资料，还向他所属的泸州府查询过，确证无误。他可是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人士。不，包大人想必是弄错了吧？他虽然来自泸州府，却是合肥人士，和包大人乃是同乡啊。合肥人？嗯。不知道他家中还有些什么人？哎呀，说来也可怜呐。那陈世美啊，无亲无眷，孑然一身，设籍在合肥郊区的白云寺中啊，寄读多年，磨穿铁砚，状元及第。唉，只是可惜呀，无人与他分享这份殊荣啊。据相爷所知，那陈世美的确并无妻小。那当然了，否则怎么能招为东床驸马？莫非包大人所知，并非如此？不，包拯尚不能证实。最好如此啊，否则牵扯上的不但是欺君之罪啊，就连老夫也难脱失察之责啊。相爷先不必担忧。科举发榜是以大笔应考号次为凭，再经由应考号次查出学籍与报考州府。相爷既然是经此查出陈世美的身家背景，想必不会有错。最好是没错，否则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。哦，包大人在查案之时，若能将此事理清，还请立刻知会老夫，也好让老夫释怀呀。是，包拯明白。若有需要，还请相爷助包拯一臂之力。只要有用得着老夫之处，包大人随时开口。多谢相爷。慢点吃啊。好吃吗？来。好吃，好吃。不要急，慢慢吃我啊。好久没吃到肉了。这孩子。叫你慢慢吃，你看噎着了吧？来，喝口汤。孩子们太久没有吃过饱饭了，还请公孙先生不要见笑。
稚子何辜，却要遭受天灾的苦难。唉，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独立抚养老小，也的确是够辛苦的了。为亲人家眷，何来辛苦二字？碰上灾荒年代，也只能怪自己命苦罢了。只是原来打算，夫婿考上状元之后，一家人可以团圆，衣食无忧。可谁知道？包大人一定会查明此案，还你个公道。不过，在下有些疑问，不知道可否请教？公孙先生，请讲。每逢大比之期，天下举子皆来应考，同名同姓者不乏其人。公孙先生是说，香莲认错了人？就事论事，的确不无可能。不，香莲不会认错的。香莲的那位同乡举子亲眼看到他中了状元之后骑马游京城的。哦，骑马游京城之时，想必已换着状元袍服。再者，围观者众多，又有些距离，难道不会看错？除非那位同乡举子曾经与新科状元对面而谈，否则仍然令人存疑呀。金榜题名的进士都被接往官方安排的住所斩住，那位同乡既然落了榜，自然未能与他见面。可是发榜迄今已经半年，如果香莲的夫婿没有中榜的话，那他应该早回到家乡，也不至于到现在音讯全无啊。这，公孙先生，香莲确信，那位新科状元当今驸马，就是香莲的夫婿陈世美。只是驸马府的人不肯让我与他相见。如果他见到我，他一定会认我们母子的。驸马府不让驸马跟你见面，未必是驸马的意思。包大人已派人前往陈家村接地保进京，届时就可以证实驸马究竟是不是你的夫婿。公孙先生，如果地保到了，就能证明香莲没有说谎。好，你别心急。地保去见驸马，他们没有理由推辞，包大人会妥善安排。京城和泸州府之间，快马疾行不过1-2日，你就安心在这儿等待吧。香莲多谢公孙先生多方照顾。大人回来了。不知王丞相的说法如何？陈驸马的确是泸州人士，然而却不是秦香莲的夫婿。果然是同名同姓。泸州府也已证实无误。此刻，本府反倒不宜前去驸马府试探了。没想到
秦香莲真的是认错了人。不过大人，既然他的夫婿落榜了，却为何没有回乡呢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大人，可要通知秦香莲，也好让他们母子死心。不，暂且还是让他们住在府中，等陈家村的地保抵京之后再说。好，大人，既然王丞相已经证实了驸马身份，此案理当撤销。难道大人还有疑惑？不错，同名同姓，又同是泸州人士，已属巧合。落榜的陈世美未曾返乡，也令人生疑。最主要的是那秦香莲千里寻夫，满腹悲苦。若是不能让他确认两个陈世美并非同一个人，只怕他永远也无法释怀呀。倘若果真证实不是同一个人，那他的冤屈就将转为无法言喻的失望，对他们母子来说，仍然是痛苦。本府只能助他查明真相，对他心中之苦，却爱莫能助，只有让他自己慢慢平复了。大人已然尽力，自是无需介怀。还是等陈家村的地保到了再说吧。是。展护卫可曾将八王爷的情形回报？展护卫差人回报，说他按随八王爷出城而去，请大人不要替他担心。但愿八王爷平安无事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公孙先生，我只是想帮忙打扫一下。府中自有负责清洁的杂役，你何必亲自动手呢？香莲承蒙包大人收留，又肯为香莲做主，香莲实在无以为报，只好……不，为民伸冤，解民急难，乃是包大人的职责所在，你实在不必如此。公孙先生，这是香莲唯一能做的。公孙先生，包大人是否查出了什么？不，还没有。公孙先生，你们回来了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，香莲，真的是你，大叔为你担心死了。大叔，世美不肯认我们，大叔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大叔，大叔你要帮帮我呀，大叔。香莲，你放心，大叔就是来帮你认人的，你不要再难过了啊。公孙先生，大人吩咐他们见完面以后，带地保陈春去厅中说话。陈春，你先随我去见包大人。是。香莲，来。公孙先生，放心，大人问过话之后，对此事自会有所安排。你回房中安心等待吧。是，多谢公孙先生。陈春，请。哎。
小人陈春见过包大人。请起。谢包大人。方才，你可见过那秦香莲了？是，小人见过他了。他的夫婿陈世美，想必你也熟识。啊，回包大人，他的夫婿陈世美是小人的同族晚辈，小人是看着他长大的。本府致函泸州知府孙大人，要你前来京城，协助本府查案。你可知悉内情？回包大人，小人只知道包大人要小人前来认一个人。不错，本府要你前往驸马府，看看那状元驸马与秦香莲的夫婿究竟是否同一个人。啊，回包大人，据陈家村另一名落地举子陈坤说，新科状元的确就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。不，本府要你眼见为凭。是。不过，怎么，你有何爱难之处？回包大人，小人只是一个小小的陈家村地保，小人是担心进不了驸马府啊。你无需担心，本府自会亲自带你前往指证。是。今日天色已晚，不克前往。明日一早，本府会传你同往驸马府。好，是，小人恭候包大人的传唤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可曾安排陈春的住处？回大人，属下已经安排好驿馆。好，先带陈春前去歇息。是。谢包大人。请。大人，由大人亲自带着陈春到驸马府去指认陈世美，恐怕不妥吧？公孙先生认为有何不妥？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，学生是担心他恼羞成怒，借题发挥，恐怕会对大人有所指责。公孙先生可有别的办法？这何不安排陈春在暗中认人呢？暗中指认，倘若导致错认，岂不更糟？本府何尝不知，此举并不妥当。可是除此之外，不能立即确认驸马身份，更不能解秦香莲母子心中之疑。倘若因此而遭人非议，本府也只好一肩承